大家好，欢迎来到中老年之音，希望大家都过得愉快。感谢您的订阅和忍耐，我们每天都陪伴您。我们人的一生有约1/3的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的。睡觉难免就会做梦，每个人可能都遇到过各种千奇百怪的梦，比如捡钱、中彩票、被人追赶、跌落悬崖。等到醒来后，我们会赶紧拿起手机搜索一下这个梦代表着什么意思。事实上，大部分梦对身体没有直接影响，但有些梦的出现可能预示着身体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甚至有可能是一些大病发出的信号。人为什么会做梦？我们在睡觉时，大脑中的一小部分脑细胞依然在活跃着，处理着我们白天接收到的一些图像、事件或声音。如果白天经历的事情越深刻，那么我们睡着以后，脑细胞的活跃度就越高，做梦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有研究显示，人体平均每晚要做4至5个梦，并且这些梦大多数发生在睡眠状态下的快速眼动期。在所有梦境中，我们最害怕的就是噩梦。有些时候，我们被一个噩梦吓醒，醒来后甚至整晚都不敢再次睡去，心有余悸。噩梦的产生一般和下面几个原因有关。1. 睡觉时压迫到心脏了。有的人睡觉时喜欢把手放在胸口，或者趴着睡，蒙着被子睡，这就可能导致心脏和呼吸被压迫到，进而出现呼吸困难、大脑缺氧，噩梦自然就出现了。2. 曾经历过心理创伤。我们常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有些噩梦很可能就是白天心理的映射。有些人平时在生活中经历了一些大的挫折或者创伤性的事件，久久难以释怀，就很容易做噩梦。3. 生病了。有些噩梦则有可能预示着我们的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当然，这真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2023年，《柳叶刀》子刊上发表了一项相关研究。研究指出，人如果在7至11岁时经常做噩梦，可能会导致几十年后患痴呆症的几率上升1倍。2022年，电子临床医学发表了英国伯明翰大学人类大脑健康中心的一篇研究。这项长达7年的随访研究显示，和正常梦境相比，经常做噩梦的人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出现认知能力下降的概率要比正常人高出4倍。另外，那些常常做噩梦的人，罹患帕金森病的风险也更高。常做这6种梦，可能预示着大问题。1. 梦到身上某个器官被拍打。如果某个器官存在潜在病变，患者可能会梦到这个器官被拍打，或者被尖锐物体刺中等意外。等到从噩梦中醒来时，可能会感觉到该处隐隐作痛，就比如在临床上我们会遇到一些脑肿瘤和神经系统疾病患者，就常常会梦到头部被敲打。2. 梦到溺水、窒息。经常梦到溺水或者窒息，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的信号，因为在睡眠呼吸暂停发生时，我们的气道会被阻塞，机体处于缺氧状态，就可能出现溺水和窒息等噩梦。需要注意的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人一般还伴随着鼾声大、突然中断等症状，这不仅仅是影响睡眠那么简单，往往还和高血压、冠心病、心律失常以及心衰等多种心血管事件相关，严重时甚至有可能在睡梦中猝死。因此，如果经常出现此类噩梦，一定要进行睡眠监测，及时就医。3. 梦到被追赶，想跑却跑不动。常常梦到被歹徒或者猛兽追赶，想跑又跑不动，从噩梦中惊醒后，发现自己有出汗、心跳加快、心有余悸等症状，可能预示着冠状动脉供血不足。
另外，如果经常梦到自己一脚踩空，或者突然从高处坠落并猛然惊醒，可能预示着心脏或者附近血管存在问题。这是因为心脏等问题会造成泵血能力减弱，特别是晚上进入睡眠状态时，心脏的工作强度下降，会明显影响到大脑供血，所以很容易做到一些和体力相关的噩梦。4、梦到洪水泛滥。如果肝脏系统和肾脏系统有病变，就可能会梦到洪水泛滥，或者自己在水中挣扎。5、梦到愤怒或攻击场景。有研究表明，部分偏头痛患者在偏头痛发作前可能会出现一些特殊的梦，比如梦到一些涉及愤怒和攻击场景的噩梦，而这一般和偏头痛的发作机制有关，比如卵圆孔未闭、脑供血不足和脑部神经衰弱等。这些因素不仅会影响患者的睡眠质量，同时也会导致相关噩梦的出现。6、半梦半醒并出现幻觉。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自己处于半梦半醒状态，明明感觉自己在用力挣扎，却怎么也醒不过来，同时还伴随着幻觉，感觉自己身边有人或者有异常的声音。这种梦很真实，也很诡异，这在民间被俗称为鬼压床。鬼压床在医学上被称为睡眠瘫痪，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可能预示着发作性睡病病症。作为睡眠障碍的一种，一般和熬夜、焦虑以及精神压力大等有关。如何减少噩梦发生？1、白天尽量充实一点，让精力和体力都能得到足够的消耗。2、白天花一点时间整理一下自己的内心，不妨看看梦里出现的元素，哪些有可能凸显的现实背景。如果能把问题在清醒时有把控的解决，就不要留在睡眠中，在梦里难以控制的演绎。3、睡前选择一个合适的睡姿，避免压迫胸口。更不要趴着睡，可以选择仰着睡或者侧着睡。总而言之，梦只是一个预警，给我们一个提醒和参考，到底有没有病，哪里有问题，还是要靠科学诊断。如果反复性、经常性出现以上噩梦，最好劝告大家一句，即便生病也不要盲目信任医生。前2周我出现大便出血，自行购买药物治疗，但几天后效果不佳，担心患上重病，紧急带上老公一同就医。医生经过检查后诊断为痔疮引起的出血。得知是痔疮，我松了一口气，却被告知需要进行手术以割除痔疮止血。当时或许受到惊吓，考虑到如果不做手术，每天出血可能会导致贫血。毫不犹豫，我按医生建议当天完成了住院手续。医生告知手术需等到第2天，同时给我讲解了手术前的各项注意事项。回家后，我与老公匆忙采购了一大堆手术所需的个人用品，包括成人尿不湿、新毛巾、毛拖鞋和盆子等。那天晚上我心情十分忐忑，听说痔疮手术很痛苦，真的不知如何面对。左思右想难以入眠，深夜突然打退堂鼓，决定不做手术了。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既然是痔疮，而非重病，为何医生不先给我开药试试，说不定几天后就康复了呢？他可能是为了个人业绩，想多赚点钱，才建议我手术。第2天，我与老公毫不犹豫地将预交的2000元住院费退了回来。医生好奇地问我为何不做手术，我谎称家里有急事，请求他先给我开点药试试，看是否会有好转。无奈之下，他给我开了价值80元的药，我吃了大约4、5天，大便就不再出血。我还有一半没吃完的药，病情完全好了。庆幸当初没有盲目听从他的建议，否则我早就被他动了手术。
因此，前往医院时一定要谨慎。如果病情不严重，可以尝试用药改善，切勿轻信医生建议立即进行手术。在您追求身体健康与心灵养生的旅程中，我们不图回报，只期待您的喜欢和分享。有不到之处，希望您能在评论区给我留言，我会对每个留言回复。我也迫切地希望能与您就任何话题进行交流，让我们一同修身养性，积累福报，心怀感恩，与您同行。